还重啊。好的哦，拿不起。来好。这是有的，这有的。来好。很幸运，还是保存下来，这个都能看，八卦还露出一点。在它的中间的最核心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绘了两个就是双凤朝阳的一个图案，这是一个太阳的一个图案。贵州省瓮安县挖出罕见道教夫妻双绣墓，鲜红的棺椁上惊现太极八卦阵，震慑周边亡灵不敢靠近。四面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大神兽，帮助墓主人羽化飞升。这个应该是正卦，让它周边呢有一些祥云的纹饰，这个正卦。然后这个呢应该是一个艮卦，现在还没有清理出来的这个位置。然后这边这个应该是一个乾卦。不仅如此，考古人员还在棺椁上发现了五爪龙纹。看到这个指甲嘛，指甲。还是五爪，真是不少，还是五爪龙。好规格是。五爪龙的话，这个规格就很高了。这个真正名的五爪龙纹，用在棺材上这种东西应该只有皇帝啊，皇室用的，一般人是可能不准用这些东西。墓中的随葬品也是金碧辉煌，都凸显着墓主人尊贵的身份。龙纹与卦象同时出现，难道墓主人是皇室中的修道之人？买地券中清晰地记载着里面埋葬了2个人，但却只有1具棺椁。难道另一个人已经羽化升仙了吗？本期视频就带大家一起揭开道教夫妻双绣墓的谜题。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了一件怪事，村民们经常在晚上听见一些诡异的声音。一些胆子大的村民为了搞清楚这些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于是就准备晚上前去查探一番。这一看可不得了，眼前赫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盗洞，下面竟然有一座巨大的古墓。村民们哪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原来那些诡异的声音是盗墓贼挖掘盗洞的时候发出来的。村民们立即将这件事情向当地的文物部门进行了反映。当专家赶到现场后，发现墓葬的表面已经被破坏得非常严重，于是赶紧对这座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根据出土的文物以及墓葬形制，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是一座明代的石质墓葬。盗墓贼虽然并没有盗掘成功，但是墓葬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而当考古人员将墓葬上层的石板掀开，揭掉上层的覆盖物，一具鲜红的棺椁展现在众人的眼前。贵州这个地方地理环境非常特殊，降水十分充沛，从而土壤呈酸性，使得文物在地下非常难以保存。眼前这具木质的棺椁已经腐朽，完全塌陷了下去，但是表面鲜红的漆壳却很完整保存了下来，这在贵州考古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那初步的清理来看，应该是现在贵州这个明代这些墓葬里头应该保存最好的最完整的一个棺。当考古人员将棺椁上面的泥沙清理干净之后，却有了惊人的发现，鲜红的漆棺上竟然有一个八卦图案。要知道，八卦图乃是我国本土宗教道教最标志性的符号。八卦有很多种符号组成，这些形状怪异的图案一共组成8种不同的形式，每一种都代表着不同的事物，而八卦相互搭配组成了64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棺木上精美而准确的八卦图让专家不禁好奇，难道墓主人是道教弟子吗？贵州瓮安县惊现神秘道教夫妻双修墓，血红棺椁上刻有完整八卦图，震慑周边亡灵不敢靠近。四面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大神兽，帮助墓主人羽化飞升。龙纹与卦象同时出现，难道墓主人是皇室中的修道之人？在墓葬中还发现了阴间房产证，上面清晰地记载着里面埋葬了2个人，但却只有1具棺椁。难道另一个人已经羽化升仙了吗？墓主人究竟有着怎样神秘的身份？考古人员在对侧棺板进行清理的时候，发现上面竟然有一条用金线勾勒出的5爪金龙。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着极其严苛的等级制度，对于服饰上的图案也非常的讲究。龙
作为皇室专用的图案，一般人可是使用不得。难道这座墓葬的主人是皇室成员？显然不可能，这座墓葬的规格根本就不像是皇陵。就在这时，专家突然想到，还有人可以使用龙纹，那就是戏园子中的表演者。在戏中的帝王也是要穿龙袍的，只不过戏剧中的龙袍上用4爪马代替真正的5爪金龙。可是当考古人员仔细观察了棺椁上的图案后，却大吃一惊。你看到这个指甲吗？指甲，还是5爪，真是5爪，还是5爪龙。规格是5爪龙的话，这个规格就很高了。这种东西应该只有皇帝啊，对，皇室用。然而惊喜还远不止于此。专家现场查阅资料后得出，侧棺板上绘制的图案是道教中的震卦，周边还有一些祥云的纹饰，中间是一个艮卦，最左边是一个乾卦，还没有被清理出来。让考古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棺椁上为何会出现八卦的图案？但这也似乎给龙纹的出现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在道教中，龙也代表着东方灵兽，难道棺椁上的卦象代表的是方位？经过长时间的埋葬，棺椁上的漆皮变得十分脆弱，考古人员只能一边清理一边喷水保湿，还专门定制了摆放的容器。将棺椁的后挡板清理出来之后，考古人员发现在这上面也有八卦的图案，而且还有一个玄武形象的图案。坎卦和玄武都代表着北方方位，这也印证了棺椁上的卦象代表着方位。紧接着，考古人员开始对棺盖板进行清理。还重啊！好的哦，拿不起。来好，这是有的，这还有的。来好，起了。盖板终于被清理了出来。当考古人员将它们拼接完成后，在它的中心最核心的位置，竟然绘制着2个精美的凤凰，中间是一个太阳，双凤朝阳的一个图案。凤凰形象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同样属于皇族女性的专用图案。难道墓主人是皇族中的女性？贵州省瓮安县挖出罕见道教夫妻双修墓，鲜红的棺椁上惊现太极八卦阵，四面则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帮助墓主人羽化飞升。在墓葬中还发现了阴间房产证，上面清晰地记载着里面埋葬了2个人，但却只有1具棺椁。难道另一个人已经羽化升仙了吗？随着进一步的发掘，棺内墓主人的随葬品逐渐浮出水面。首先是一只造型精美的银簪，在这只银簪下面是一只金花钗，花钗的正面镶嵌有一些宝石，十分精美。而他们也从侧面证明了墓主人非同寻常的身份地位，但是现在还没有找到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器物或铭文。当考古人员将棺椁周围的石板清理出去以后，一块石碑吸引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这个东西就是很关键啊，对于这个墓主的这个身份年代，还有他的一些生平的事迹，应该在这个方的一个东西，在这个墓铭上应该有详细的记载。考古人员立即将石碑送往实验室进行解读。在实验室里，考古人员首先将上面的泥土清理干净，几个字映入眼帘：四川波堂安福寺宋买地王人。草堂安抚司就是当时的行政官署，难道墓主人是一名土司吗？根据贵州当地的县志记载，在南宋时期，当地的土司就开始提倡道教，到了明朝时期，道教已经变成了当地信仰的主要宗教。随着对石碑上的文字的解读，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呢？考古人员将石碑上的文字进行拓印后发现，这并不是墓志铭，而是一个阴间房产证，也就是买地券，放在墓内，保证死者对墓地的所有权不可侵犯。为大明万历9年，万历9年呢，就是1581年2月17辛亥日卯时安葬四川播州草堂安抚司宋买地王人毛氏赵凤。墓主人的身份终于浮出水面，是一个叫毛兆凤的。让专家没有想到的是，买地券上还记载了他一个夫人
毛氏田玉。休迎双灵，安措永保无咎。这竟然是一个夫妻合葬墓。考古人员通过对现场的清理，的确发现了左右2个墓室，但是当考古人员打开左侧的墓室时，并没有发现另一个墓主人的棺椁。这就很奇怪，这买地券里头他是很明确的说墓中有2个人。这时专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难道另一个墓主人已经羽化升仙了吗？通过买地券上的记载可以知道的是，墓主人生前是非常信奉道教的。棺椁上的八卦图为专家研究明代丧葬习俗提供了宝贵的文物实证。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